觉得哪一方面有点亏的。对，因为你反正后面就算再有跛脚优势图，人家也不可能给你放了嘛。不可能给你放了，后边你有的一些角色你喧嚣，可能层阁楼这边是选择气象，然后甲门方向是选择古董商。这前期就是木偶跟气象你2选1嘛，对。对的。因为古董商的话，确实是不太好去针对到他的。虽然说后面还是难免说想得去处理一下的。对。那来到2楼下这边是小月明的气象学家。像刚刚这样讲的话，看一下怎么样利用自己的一个气象屏。前期的话还是以拉点为主。没错，尽可能不给到他视野，让他这个围龙不敢放。因为现在前期是不太好敢随便交龙的，毕竟愿力还是蛮贵的。对的。这个走廊就看这个风，这个风其实在这个走廊就比较好吹到了。看一下，直接一个预判吹到对面。总感觉这一刀还是能把这个围龙给耗掉。对，主要是感觉这个走廊的话位置还是太远了。是的。好，在拆掉最后前还是给出了这一刀，相当于是2个笼子拿了1刀。是。等接下来的这个围龙，看能不能给对面架住了。飞轮马上要好，还剩2秒。对，不过这个地方的话也比较的狭窄啊。对，这里盖到1板，但是并没有选择转点，因为知道自己如果转到另外的一个板区的话，自己可能也就是离死不远了。对，因为那边的板区它是贴墙面的。交了一个层云。是的。是在两边去犹豫了一下。是的，就为了拖这个时间嘛。对。东选这边也不给你拖了，毕竟也是3个笼子了嘛。那这样外面的密码机加起来的话是2台半多一些，而且这把对于球商来讲很好的消息是我2个化险为夷都在外面。对，第一个人让大副来救，因为大副离得更近。木偶师这边是在一个独栋方向的，等一会儿起第2台密码机的时候再让他来救。这样直接摇表的话也不会给到任何机会啊，因为已经是贴近椅子了嘛。是，这个怀表救完之后可以直接修2层阁楼的密码机，也可以就是说是起那个 S 版的。对。看一下他们怎么分配。那咱们现在去哪里了？应该就倒墓地，然后让大副在外边再去起1台新的。对，因为自己剩下的那台密码机呢，可以让木偶师来补。就顺路过来的时候就给补了。对的。这波对于球商来讲也很重要，因为是一个无伤救，是。省去了后续我再去调状态的一个时间。对，直接倒到一个最远角落，让他这边挂人时间最慢。那看一下这里需要狗狗贴过来已经是来到墓地外围了。是，都不太给到你一个打拦截的机会。接下来之后可以帮忙扛一扛，在墓地里这里进行帮助。主要是小夜明手里的话，还是有一点道具，加上他的飞轮是好了的。光顾月了，没有放出来围龙。他应该是预判到了木偶师的一个。这个围龙放的，这是还好没救下来。对，这里想多拖一些时间。对，球商这边也觉得我还是多拖一会儿，打椅子了。这套打椅子有点伤，木偶师现在还可以接着帮忙扛了。他可以陪跑一会儿了。现在好像不太好击倒这个气象，因为那要不要进行换位吧？因为古董山就在一个红泥河，换位的话也比较快。还想让木偶师接着帮忙扛，古董山那边密码机那就不能走了。3级云再次离开，愿力值现在有点跟不上。对的，可能要再等一会儿，下一个笼子是一定要击倒，不然的话密码机就差不多了。对。那这里就可以直接选择卖掉这边的气象了。好盖，但这里砸头了，那这个笼子可能是废掉了呀。现在密码机还剩下30%。对，另外一台稍微的慢一点点啊。对，手上还有个飞轮，其实是有机会的，能把这个运力值围龙给规避掉。这个围龙是差10%了，一定要击倒才行了，不然是有回光返照的。别说这个机会来了，95了。那现在已经够了。这一刀就算击倒了，密码机现在也已经压好，直接亮起。对，倒到一个角落，但门好像能来得及吗？运力值现在还有一个40，其实这里是可以不需要运力值就能直接击倒的。还在博弈，连续多刀，还好他是毕竟有挽留的一个存在啊。那你挂上椅子，门可就开了。对，因为你这个倒的离这个椅子是很远的，是直接传送过来。想来一波，东玄也知道，如果说是这个挂上的话，3个人肯定是直接出门了。对，但是大副摇表状态还是把门给强顶开了。那这里怎么接近呢？因为你是个传送，你没有闪现，2个机关枪全空了。对，但是这个位置还是比较远的，手里有个飞轮。对，回头打个机关枪，但是这个机关枪的话也只有2秒，气象马上要自己起来了。起来的话，他的身位也有点被架在这个，但这里是个黑龙啊，是自己放失误了。看一下能不能拦到那边的一个气象吧，因为他刚刚被击倒在墓地非常靠里的一个位置。对，
但是求生这边也不太着急了，因为他可以慢慢的给你拖一下你的一个挽留。是大副这边需要小心了，木偶神是不需要担心的。对，大副毕竟没道具了嘛，两个人都已经是蹲下了一个状态了。人残起来，但你这边挂人可不能挂在这个附近，你挂在这附近的话，我感觉会被木偶师操作一手。因为你古董商他身上还有一点机关销的，一旦你要是说挂在这附近的话，我木偶师帮忙扛一刀，一起出门，这个局可能就完成一个4跑了。挂了一个红结盒。那看一下小月明那边是摸到了一个魔术棒，对，然后现在是通缉到了大副的位置，手里是有愿力的。是，现在不能急，小月明需要等到这边的一个挽留结束，他才能出门。大副先出去了。对，因为他是不太能抗压，只要有木偶师在帮他去拉扯这个椅子上的人就可以了。他一旦要是倒地了，其实也就给到了监管者机会了。对。现在就拖挽留，挽留还有一个4秒。小明现在准备要直接出门。对，已经是看到了气象的一个位置。对，他是打算牺牲自己，然后换古董商。这里就算被击倒了也没关系，古董商马上要被救下来。救下来之后，古董商准备走这个地窖，然后木偶师直接出门。地窖是已经盘过了。对。但东玄好像也应该意识到了，你不可能直接大胆的直接出门，所以你应该也是想走这个地窖。东玄可能会直接阻拦这个地窖的方向。得看一下这个这几个笼子能不能给他拦下来了。是的，两边的一个操作。木偶师也是一直在变身。想给再放一个围楼。把对面的激光枪应该是骗出来了。道具。对。换方向。硬拆。来得及吗？好像外边还有一个围笼，直接一盖再拆。哦呦，这个极限位置打出来，出去了。那这样应该爬不了，因为好像是蓄力刀。蓄力刀还有一点点僵直的。对。哇，这样是极限的完成了平局。我觉得最后真的是这边稳住了呀，因为但也不愧是刚刚看他的一个数据面板排在第1位的，可能现在很少有选手说他的一个擅长角色第1个就是艾维了，所以说明真九对于这个角色真的是理解非常深刻的。拿出来其实也就给到了对面求生者一些，因为这样的话，他贴甲门位置的一些箱子也是比较快的。对，艾维这个角色其实也还好，因为我上来我反正也是先控制场，对吧？把你密码机全给你封锁住，对，然后我再去慢慢的找这个幸运儿。那就呢，比赛画面上来是先把这个伊森人招到了中场，先把密码机打算先控一控。但是他是先来到了红蝶亭啊，本体也是过来了，这边也是给到了我们一个主牵制视角啊，但是我觉得另外一边可能也更刺激一些。这里的伊森人也是直接再次控了一下守门人，但是我们这边视角是看到一个军状天啊，在密码机高燃牵制，不是高燃破译，对的，虽然守门人那边能看到是有点被偷袭了，因为身上是59的侵蚀度，而且已经下铲嘛。没错。守门人这边也是在一个甲门去绕，对，不过甲门还好吧，因为这边至少没有队友，而且密码机本来是被锁的。是，守门人这个角色确实不太好牵制这个艾维。对因为他一旦要被喷满了这个侵蚀度，他会从这个土里出来。对。看一下，再从2层阁楼直接牵制到墓地。幸运儿现在也是在独栋的方向，独栋应该是没有刷2台密码机的，因为2层阁楼跟中场都是刷了1台的。对。不过守墓刚刚好在是满侵蚀度吃了1刀嘛，没有说是吃了1刀之后身上还挂了50、60这样的一个侵蚀度，那样就会比较危险了。是的。那看一下这边还是想去再控一下场，对，因为我觉得这把其实求生者密码机是还是蛮快的。他也在等，一会儿这边也是在贴一个目击窗。翻了过去，侵蚀度这一次，吃了还是比较多的，有26。他的一个铲子不太好下，因为这边会打断。但是刀急了一点点，那把闪给逼出来了。对真9，我其实觉得这一波有一点小亏。他其实是想省的，因为看一下这个14人的异族本相能不能直接给你就有一个击倒节奏。他能更赚一点嘛？如果说刚刚那个刀慢一些的话，2层阁楼这里密码机看能不能再去控一控。不过2楼跟中场嘛，其实这2台的话，对于求生来讲就是，你控哪一个，另外一个我就先去破译，因为本身他们这把的化险为带的比较多。没错，那现在过来进行一波依旧，他手里有个信号枪，但要先救再交枪吗？还是选择先交枪了？比较稳，最好也不要掉状态，而且本身守门人自己有道具的话，你给他一些26空间也可以。是的，比较怕艾维他这个角色呢，他是出刀，其实你不能看向他，所以你就不知道他这个刀到底有没有对，因为最近艾维他打一个手椅节奏真的蛮多的，是很容易震慑。是的，看一下这边是盾一个残铲，现在一个51，但刚刚的话没有喷到，这边还能再拖一会儿时间。是的，密码机其实真的蛮快的，因为我觉得他们开局起修的一个速度是比较快的。化险为夷也是撑出了一个时间外了。
在弹。他是想说我弹的一瞬间再去交互嘛，但毕竟这一段距离跟真9跟的比较紧，所以说你出来的话，那个僵直就击倒了。他给到机会，这边密码机其实现在还差一台，因为幸运儿并没有当成一个机械师去打，他选择一把信号枪先过来进行一波救援，稳定救援了。对的。那看一下，他们好像还是打算让幸运儿来救，因为也没有，先修一下中场，先破 E。对。可以看一下。那就是让木偶师那边再套个化险为是比较稳的。对。我觉得木偶师救完其实是可以稍微跟一跟，尽量如果没有减员的话，他们可以去抢一抢那台密码机。看有没有机会了，因为幸运儿这边如果说是想过来保的话，最好是手上去摸一个什么手电筒这种能控制的角色，能控制的道具。但这边的话，2个人全都给满侵蚀度了，主要这边的一个逃品比较多。这里的守门人也算是帮忙扛到了，因为这里一刀一旦要是打到木偶师，那守门人接下来他也不好牵制。那这样现在求生者就得开始想再去多修一台密码机了。不过看到守门人这边是跟军少天有一个互动联动的，看一下能不能去拖一点时间。但同样他们有一个双保险，是有一台新的密码机也在起了。这里要是能帮上忙的话，其实能把这个剩下的70密码机其实能打一打的。对，因为剩下2个人一起修嘛，就算你这个人没保住的话，你外面2台差不多进度的话，后面追得上吗？好像飞轮了，但还是没有追上。是的，因为位置有点被赶得太远了。对，有一个陶片在脚底下嘛。那接下来还要再打一个长时间的拉扯。要打长时间的拉扯的话，其实是木偶师比较担心的，因为他现在的状态一旦传过来，他就没有地方能跑。对的。而且他现在也是可以被寄宿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最好让咒术跟他有一个换位。是。现在还是比较满状态的人去扛一些密码机，压力比较好。阿远现在就直接藏起来了，这一局其实跟他关系的事情就不大了，让咒术师出来抗压，因为咒术师他至少自己身上还有一个飞轮，虽然冷却时间还没好，等他一会儿的话，我飞轮就可以规避1次了。先闪现开一刀把你的状态打下去。是，70度现在有一个79层，他想试一试看能不能击倒，然后再通过自己的1次人回去控一下密码机，给到机会的话，我也可以去解决掉你这个幸运儿。那幸运儿手上有个怀表，能规避1次。对。主要这把的话，好像一直没有去摸一个机械傀儡出来去破译。这机械傀儡其实你现在招出来，它也完全可以利用我自己现在没有2阶嘛，我可以直接过来处理掉你这个娃娃。主要是感觉那样可能他们调状态会灵活一点点。是。就是如果有人掉的话，我去外面补一波，还能再回来扛压。那这样的话，大家其实都很危险啊！这边99的一个侵蚀度要倒地了。到了。那手上现在道具能过来进行救援的也只有幸运儿了。但是幸运儿其实是不太好，怎么说呢？就是过来救了。进行救援。对对对，而且外面的密码机也不够，这边一定会被艾维给扣住。是 ，S 版密码机即将还是要再被控1次。但这边得硬修了，因为不然的话，你这个人可能都救不下来。这一刀要是能给预判到的话，密码机可是不够啊，这局可就能进入到一个4抓了。再附身。不过好在第2段摇到了。这里给把对，只能说是先把监管给逼过来。那还得再拉扯。对。可是现在还是需要去摸个箱子，看能不能。如果说是大胆破译，密码机现在才70%，等一下我再过来进行一波附身，你咒术师来得及进行救援吗？看一下他手里的猴。他得在窗口对面，窗口对面需要等待这边的一个传送。这里能打断吗？没打断。没有打断。那这样的话，过来没有一个击倒节奏。另外一边军少天可以先把人给偷下来的。是。2个人可以去尝试给一下这边密码机压力，因为如果说你本体传过来的话，看一下要不要考虑直接给一层猴。不过2边的密码机都比较多了。都比较多了。对，一个85，一个90嘛。现在有点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上挂飞的状态了。上乙的这个淘汰进度被刷的比较多了。刷了太多次了。不过木偶师也能救，因为他还有1次变身。得看一下开门战，因为对于监管这边来讲还是很优势的，手里是有技能的。开门战是一定有闪现的。打的还是比较紧张的。对。好，这边想传过去打一个，你这边来不及亮密码机。这里又喷空了。对，我把闪给逼出来了。再挂。离密码机现在。别说密码机了，连这个幸运儿其实离得都比较远。看一下这边
感觉跟情况一样。是的，感觉还是得让君上天来救啊，因为现在木偶师是不太支撑能救援。木偶师这个位置也有点危险，因为他现在2阶又好了，你敢贴密码机，我直接2阶传过来，我还是能击倒你。是的。再传过来，真真9现在能一直控场。不过他是一个59，所以说这个99的话没有给他喷满。有平地击倒。那边是全被锁住了。对。能卡到这个半吗？卡到了。那这里还能再挂，还能拖延时间。对，就来回的去拉扯这个自己的一个技能跟你们的一个状态。墓地密码机我没记错，好像是在90，然后 S 版的密码机是一个98。对。现在伊斯人还在找求生者视角，毕竟他没有办法算的那么精准，他不知道这个2阶到底好没好。真9现在我就可以耐心等。现在幸运儿是直接把遥控玩偶摸出来了，想要利用遥控玩偶把这个密码机起了吗？那现在好像有点难了，因为这个侵入度吃的有点实在太多了。但是这个伊斯人又一次喷空了，99、100，还是倒了。对，那他是卡了半的，所以说还能再回来救一遍。我就感觉这个场景我们已经看了很多遍了。是的，对，这时间其实对于求生者他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你再慢慢刷下去，再有人倒他就直接飞了。你密码机碰不得呀，你现在谁碰密码机谁要就被狙击。看一下。而且这边的陶片你都没有时间拆。对，你木偶就算能变身又能怎样？你木偶变身了，你万一要没抓紧那个中间时间的话，你还是容易被控倒。他们想打脸上这台，因为咒术毕竟有一个控制，就是我觉得得看这个控制交的一个时机了。因为这边是有点让真真把自己的注意力都给到了这边有个砸头很关键啊。不错，这要是被击倒了，其实密码机能来得及起吗？脸上这台亮了，是，然后直接上车。这里直接满了一个侵蚀度，完成击倒。主要是你本来就在这个陶片范围之内，车上的话还是能吃到这个侵蚀度的。甚至真人9也看着你直接上车，我近处我就有个陶片，我直接近处传你这附近，我就能这个完成侵蚀传送。是的，不玉里那边的话，现在把他的一个机械傀儡先拿出来去点门。他们也是在尝试着看能不能好一个，因为现在挽留有一个90秒闪现也好了，谁也抵挡不住这个闪现过来拿刀。对。这样传送过来的话，得先处理一下这个娃娃。对于他们来讲的话，还是要去拖一下这个挽留嘛。对的，还是不太好拖。附身过来，现在就可以直接闪现了。但是君上天那边的话，给到的身位比较远，而且手里是有猴的，得看这个飞轮跟猴能不能尽量不吃到挽留状态的闪啊，能避免这个闪现的位置。对的。再传过来，虽然没有2阶，但是现在手里有闪现，对，只要有身位就可以。有位置它就可以直接闪现了。对，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一个闪现身距里了。对，化小明一他已经用过了，而且你在最后也是吃到这个回光返照的加成了。那这样的话，幸运儿其实也是挂飞，我觉得对君上天来讲，最好是要不找一下地窖呢。也是直接完成淘汰。对。但地窖的位置应该是在墓地吧，在墓地的方向，那实在是太远了。有飞轮，对，主要是有飞轮躲避了。他现在有点难吸出来3层红，而且98的一个侵蚀度，一点头都不能回啊！一直在接近，好像也来得及。有飞轮，一直往前走就可以了，他一直往前走就可以了。再回一次，那也是直接跳落地窖，完成了跑一个。那这样 ACT 也是完成了一个5比3的积分啊。而且这个阵容没有一个非常常规的一个 OB 吧，只是小说家这边是可以陪跑，但是我觉得幸运儿这个点，他这个手电筒会让记录员非常非常难受。对的，每一行还是会携带闪现的。看一下倒是选在了小门，其实脸上就是幸运儿，我觉得可能最好你前期处理一下他。是的，对，不然的话他后面带什么道具过来，你都是比较好的。现在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直接寻找的幸运儿，幸运儿这个包裹看现在要许愿吗？还没许。对，他是往墓地这边的一个长窗去拉点，感觉包裹是有亮了几下的。那这样板子应该也没有提前盖。那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可被记录的一个范围之内了。那这样的话，可能第一时间也要怀表，而不能盖板了。对，交互的话，身位太近了。是的。那我觉得你这边既然交了技能，我就先封一下密码机。没错，现在进行转点的话，也只能进入到1板1窗，因为现在你这个位置比较远，我可以进入到翻窗了。翻窗这种交互的话，你被分护住其实也无所谓。
主要还是看一下板区了。对，现在有点不太敢直接去下板。是的，你这边东玄的话，手里一直给到这个记录了。2次风，只能进入到板区进行博弈了。这里吃一刀可能就要进入到大房进行转点了。哎呀，飞轮进行波躲刀，然后板区博弈。那你这样一盖起来之后就能拿。哎，等一等，那这一刀弹刀了。是的，主要这一刀我打的是一个后方，他急了，他觉得这个幸运儿能转到他的后方去。哦，这边的话还是补了一刀。那这样的话，感觉要拉近身位，赶紧有个击倒了。不过能看到小说家已经过来跟了。是。那这样就不太好去针对这个闪现，可能你得打到针对才行。对，我刚刚还在想，这里吃了一刀，你要是不带个移形，可能会刚刚好。但你带了移形，发现你可能也没什么用，因为小说家已经过来了。对，这直接交闪，帮忙扛刀。闪过来你还是不太好打到心焰啊。是的。因为把他的一个弹射又交出来了。没错。现在再进入了一个长板区，这板区可以利用一下板弹吗？板弹现在刚好。不过前面这几块板是没有下过的。小说家再来帮忙扛刀。哦，打到了，因为小说家这边已经开始交飞轮想去扛了。对。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于东玄来讲还是赚的，因为这边是消耗了一点求生的一个破译密码机的时间。没错。小说家其实就是想拿自己的命换他，因为换下来完全是赚的。他扛一刀的话，两个人都不会倒嘛。是。对。然后那密码机就3台往上了。救人方面应该是要。哎，逃脱大师并没有选择来，想让小说家来进行救援，因为他手里是有隐喻的。这隐喻现在也已经吸满了，而且他还是可以继续进行一个陪跑，就是刚刚我没扛到的刀，我现在接着扛。是的，直接进入板区，手上这个记录哦，这一刀打到了。这个东玄对于这个侧边把握的太好了。是的。感觉从视觉上真的离人很远啊！那这边的话，小说家就有压力了，因为你刚刚飞轮交过了，而且现在手里没有道具，所以说得先撤退一下。帮忙扛刀其实就怕这一点，这个侧刀打的这么侧刀打中不到。对。现在再给个移情，把状态直接补满，位置也并没有打算换。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记录刀，看一下这边，再控一下心里的一个密码机。是。先放个迷烟炉，看能不能进那一个成功的救援，帮他扛住刀了。偷偷过来，先把他的被动打掉，而且这边是2个人，不过他之前有一个记录刀在啊，这个淘汰。现在想打一个针对。哦呦，火力震慑！这样的话没有化险为夷啊。没有化险为夷，只能帮忙扛刀了，卡住一个板子的位置。进行波换位，强行砸，然后让幸运儿能跑得更远。那这边的话是有一个抬板记录的，如果这边能快速处理到小说家也是可以的。头铁直接过，这里其实就可以换人化了。对，因为你外面的话，幸运儿暂时他是干不了什么事情的。没错，他想再去追击，你到时候小说家我还能起来还能再进行帮助。这样的话一下倒了2个人，那狗狗一定要过来救援的情况下，你外面一个幸运儿是不太敢破译的。是，给自己换出来位置。他不能跟这个小说家并在一起，你要并在一起，心里可能就会有点出事。一旦要是被震慑的话，对。得再等。对，但是密瓦机其实是修不太了的。一旦记录员发现你这边想有破译的一个想法的话，我肯定会锁。是，幸运儿现在必须要先摸箱子，他不能第一时间进行破译，因为他得调状态。是的，因为监控者他还有一个底牌，一旦要是说你现在着急破译，我可以直接轻人传送，先把你给解决掉，然后我再去解决你的队友。是的。那这边的话，心里也去把小说家给摸起来了。是的，东玄现在也是在看密码机附近，一旦要发现你幸运儿所在位置，我就直接切传送找你。幸运儿应该现在是就让娃娃在外面修，然后自己还是躲着，他不敢接近。对。但是现在逃脱大师挂飞。是的，逃脱大师现在已经是2次上移了，所以现在幸运儿也不得不去外边进行破译了，或者说是你现在摸一个信号枪过来保人。哦，有点不太现实。现在密码机差的比较多。对的。我觉得还是最好让小说家来承担这个保人的环节的任务。再次进行换位，换到了小门这边的话，板窗资源还比较多。逃脱大师是不能下来再次被打到针对的，一旦再次被打到针对，这一局就会先有一个人进行淘汰了。可能他们想2个人过来，因为心里这边本来也没有密码机可以修了，2个人来保下来，这个人的概率会大一点点。打一下心理，对，救了也就救了，有闪现。哎呦，一个闪现就打到逃脱大师。为什么感觉东玄想打谁就打谁的感觉啊？他这个刀是有自己的灵式的感觉。对，就是有好像能锁定想要打的人一样。
这里再挂心理。小说家现在完全也没有办法阻挡这个东玄挂人的节奏。对，而且他这有一个地下室，而且外面一个人单去压密码机的话，还是会有点压力的。不过好在那台密码机进度是比较多了。好棒啊！先打小说家，打算密码机可以压好。对，这里密码机先封。对。没能封住这个密码机。对，但是因为有一个地下室的话，两个人想往外跑还是有一定距离的。看一下选择追谁，这边是有一个换位。但是大门那边点的是非常快的呀，已经是到了30-40的一个进度了。但这里进行一波封窗，窗户翻不过去，门那边进度能不能再封一次？好像是封住了吗？没能封住吧？给到了记录是不敢碰了。是，如果说是没能封住，这个大门就能开。门能开了，没能封住。那这样进度也是没有办法再次进行拦截了，因为他现在手上记录全都用光了。主要是你技能刚刚是在开幕战前交过去了。是，这样也是完成了一个平局，比较惊险吧，对于两方来讲。单一个点来讲吧，它就是压力非常大了。对，因为可能对于歌剧来讲，我觉得无论是双弹还是飞轮，其实都没有太多的一个效用。纯白板牵制的话，一定要博板。对，他给到对待了。选择是1号推墙。感觉他们还蛮激动的。我怎么感觉好像是刚好逮到了呢？怎么感觉挺不知道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啊？反正对监管上来直接先去找4号推墙。对，就看追上天能跑多远吧。感觉也跑不了太远啊。跑不了太远，这个点位你要是直接往红毯拉，可能在进入到大房的时候就能拿一刀。是的。而且这边的话，一波回速。没办法，小短板嘛。是的。这边真人9的影子留的也比较多。其实这也就是这个歌剧速度、机动性也是摆在这里，很快。20秒先拿到第一刀，现在位置有一点被架住了。对，一定要转到下快板啊，不然在这个短板的话是比较难。但是被抽倒了。是的，35秒，这就是白板。你光带一个双弹，其实而且这个位置没有交双弹的可能性。是的，也比较无力。对，而且还是都是小短板嘛，不像墓地那样的一个长板。现在换人，让阿远过来进行救援吗？但是他是被通缉了的。得小心，如果技能好，那感觉好像不是他来嘛。这里断隐约了，如果说是没断的话，我感觉能逼出来道具，要不然拿一刀啊。对。不过我感觉以刚刚飞行家那个身位看起来也不太像他要来救了。是他想骗，想给到队友一个无伤救的机会。是的，这个话双方在博弈。恐惧震慑。这个歌剧其实出刀你是没有办法木压，只能靠猜。他确实是会存在这一方面。双方博弈上的话，也是真人9这边赢了。因为可能他也想，他已经贴椅子了嘛，可以想省一下道具。其实可以拉开一些身位，把歌剧给换位之后，我再救，那样的一个反应的时间会更。你这震慑有点关键，你入殓师这灵就用不出来了。对他已经过半了。也没有想让打的气球刀了。现在就是早点让你救嘛。我接下来去打这个上挂飞的针对。再打啊！甚至说这边可能连闪现也逼不出来。对，在一起倒。入殓师现在也没有什么办法，只能倒一个最远角落了。这位置会也就有个7秒时间吧，6-7秒时间。3台密码机啊，现在第1台都还没亮呢。那感觉有点坏了呀，因为接下来可是有闪现的2阶歌剧。对。刚刚可是浪费了2个化险。这还逮到了2个调状态的人，小说家这边没调起来，那这边可能会闪倒。再一个闪，再跟上一个震慑。对。这局面现在不好打了，你别说不好打了，现在多抓，甚至都4抓面了。对，这有个地下室的。这局面，是感觉就看真人9这边打的急不急了。后边挂这个地下室已经是有一个慢性4抓了。是从现在开始，我不管你外围密码机谁来救我，把椅子上这个2挂的人针对倒，我都能赢。没错。所以现在求生者真的是很难拉扯进行运营了。而且是让大副救的话呢，其实这个地下室是很难出来的。这一刀等不急的，只要不打到椅子就行。会不会还有
震慑呀。再有个震慑吗？有点害怕了，现在我已经。这个歌剧其实现在打着震慑，感觉哦呦，直接一波换位，想让两个人换出去，但这是个歌剧。那这样的话得扛刀先卡隐喻。没关系，这一刀其实打在谁身上他都能接受。对，还想要打一波针对。主要是这边你也再抽，不太好去翻这个窗，一定要帮忙扛一刀才有转点的机会。那现在直接换招大副吧，把大副直接挂在地下室，再一抽，头铁。这个位置其实也是没有办法进行木压的，木压过板它位移速是比较快的。其实就算你搏到了，也跑不了。对，也还是会倒，这是多几秒钟的事情。我觉得对于局势来讲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影响。那这样挂到最里面是需要飞行家过来救了。还有就是你这波救下来，大副他没道具嘛，对的，所以说是没有什么牵制空间。这个地下室只要能一直有人在那里，其实就是一个锁定3抓4抓。对，这边的话，其实对于飞行家来讲，他刚刚已经是做了最好的一个处理，能贴到这个椅子了，不然可能都贴不到救这个人。没错，这再得打到这个飞行家，大副现在也出不去，因为现在隐约还在。再一根，飞行家的化险为夷也用过了，那这样的话就没什么办法了。小龙虾现在在外边，只能就是说把这个地窖给它修出来。对。密码机现在已经是破译到了85。我怎么感觉把阿远这边挂上都来得及去找他呢？密码机好像就是我知道你最后一台在那里的，我切技能过去，或者我切移形我走过去都可以。你毕竟还是个半状态，而且飞行家是个满挂。他手里直接带着这个闪现过来了。对，来排一下人。木屋这边没有耳鸣，那就证明是往正3那边跑的。回头。这个地窖还是蛮难去操作的，跑不了。对，因为他隐喻都还没有吸出来，而且这天赋他完全是奔着一个前期去打的，他连底牌都没有带，见了面我就直接交闪。那这样完成了一个4抓，也是恭喜 ACT， 是的， 2比0获得了比赛的胜利。没错，这样的话也是得到了2个竞争分。在今天他们确实监管者打的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就是把的对局当中。好，选择了跛脚羊啊！这张地图一拿出来，基本上双方就是跛脚羊的一个互拼啊，一个对垒，所以基本上选的角色选择了把魔术师放在了墓地外面，然后把幸运儿放在了甲门跟 S 版的中间。对，幸运儿的话，在这个位置它是有箱子的，但是同时的话呢，也是有比较大的风险要被追击的。这个方向应该还是奔着幸运儿方向去找的啊！看一下白纸那边要不要啊？白纸这个位置它离箱子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应该是没时间翻了。是的，所以是许愿了一个幸运包裹，有一个怀表。怀表很好啊，就应该就是奔着怀表许的，然后许愿出来了。来看一下这波双11的一个牵制稳稳下板啊，这样的话捏捏处在一个积攒愿力的过程当中。但陈某人的话是在附近修密码机。他刚才举这个愿力压迫，有一点想偷袭陈某人的意思，但是被意识到了。摇表摇出来，这刀没有打到，钻过来。他是有点预判他的身位，哦呦，拿到了。这刀打得非常快啊，而且愿力值非常充足。钻过去，钻回来，再跟钻一刀带走了。哇，白纸相当于是直接被秒掉了。但我车也是来了，稍微帮忙牵制了一下。电车哥哥，这个确实是有点端水了啊！感觉没溜好的话，得帮一下监管者，帮一下求生者是吧？不过这样子的话，其实有一波比较明显的干扰，就是在于陈某人2楼底下那台不好修了，对，所以他可能得先去外面换一台密码机修。是的，感觉幸运儿的牵制也有点束手束脚的，就感觉不想干扰魔术师吧，但是自己又没什么好的地方去。对，感觉2个点都很尴尬，而且过来直接拿到大副这一刀。后撤步这刀，哎呀，差一点点。那没关系啊，你现在还是不好救啊。是你这段第2段就比较得摇到，捏捏这边往远拉距离，第2段还是被摇到了。到了。哦，这边是先出刀后闪，想搏一下反应吗？捏捏啊，直接扯了。直接扯了啊！那这个手椅好亏啊！是的，那你现在这个手椅闪现也交出去了，我觉得其实对于救人位来说已经是很赚了。只能说难，还是在遇到这种突发状况之后稳住了心态啊，还有操作。而且下来只打的幸运儿1刀，甚至也没有什么追大副的这个双倒可能性。对。那只能说这一波就是积攒一下愿力吧。那对于求生者来说，已经是完全可以接受了。首先是你电车哥哥那边帮忙拖了一点时间，然后再是你闪现交在救人位身上，也没双倒。对，那现在直接把技能切了，然后通缉到了教授啊，教授是下一个化险为夷要来救人的人，
这个笼子是先把教授罩住啊，然后自己再补一个笼子进去，骗出鳞片2段，第2段直接抵掉了伤害，笼子拆掉，这一波甚至可以无伤救吗？再拆一个笼子，无伤救了，救了。哇，妮妮这2波手瘾有点痛苦，说实话，有点太亏了。对，啊，想给队友翻点东西，队友的话魔术师大副都可以拿。应该还是能翻出来的，因为看到一个护腕，对，这局就是摸了1次箱子嘛。好，那这样的话，护腕啊，应该是在甲门这个椅子。这样的话可以赶紧把大副的状态先调满，调满了之后就看一下你通缉的话是给到了教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过来看一下这波愿力值已经满了，赶紧找人。大家现在都没有在修密码机，不过密码机其实还差1台半，这刀给的有点快了。是教授，因为这边鳞片的 CD 还没有好，后撤不过来，想抽刀，差一点点距离。那还是得去围绕这个板子去玩，他其实也转不走。这个笼子太大了，但这波有机会了。但是鳞片 CD 好了，打到了，直接顶掉。承载这一波鳞片，只要有 CD 啊，它就是能让它发挥作用。不过第5台的话是已经开始修了，博弈在脸上钻过来，哎呀，钻歪了，那要不然就算了吧，找南这边在修密码机，顺便把他的怀表逼一下，这刀没有抽到，最后台密码机陈某人那边已经是起新机了，其实就是打一个红蝶停滞台跟 S 版的拉扯，对，交表之后。捏捏不追，但陈某人那边密码机也没有修多少。如果走的话呢，南又会立刻给这台密码机压力，所以先拉远，然后实际上还是要在这边追一下南吗？但是南的话手上已经是没有怀表了。对，其实这时候南确实是比较好追的，他没有道具，现在教授的位置找不到，而且教授的 CD 也快转好了，钻过来给到一刀，先拿大副一刀，只要让大副开门战之前上一波挂，然后开门战你的容错就会高很多。而且他其实也是知道你 S 版修机大概是谁，因为你教授首先你不太敢去那边直接骑一台新机的，那肯定是会骑3台。过去给到一刀，是击倒了。是的，那这样的话把大副挂上的话，魔术师要过来执行一波救援，而且大副开门战也是手里不会拿到道具的，除非说魔术师有空给他搬一下。对，所以这把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个多抓面，而且其实你挂在墓地这个地方有机会压到门的。看一下陈某人过来，这波修还在修传了，直接把这个传送没有选择省啊，过来知道这边是个半状态的承载，不过承载的这个鳞片啊，前2次已经都发挥出作用了，钻过来，已经交了1段鳞，第2段鳞片交了，但是翻过去了，很极限。电车哥哥帮阻挡一下视野，但这波说不好是不是在帮谁啊？哇，承载这边假拆，这个假动作实在太真了。但是还是要倒地，而且外围的话其实还是差一个大半台。对，然后大副这边的话呢，直接选择去破译红蝶亭，他刚才自己的遗产机，往中场方向挂，这样的话呢，红蝶亭和 S 版密码机都能管到。想直接挂巨钳。对，他有带了巨钳。想起来了，巨钳的。再牵一下，牵到遗产的附近。直接放下，想拖一拖自己的一个技能 CD 过来，直接一个，直接击倒了，秒了，哇！那现在还得等一波教授起来。教授主要是刚被扔下，他自己的还是挺慢的。他其实跑到 S 版也还有一定的距离。对，这个时候你起来也是一个半状态，我还是可以找你的教授啊。起来，交一个魔术棒拖一下。只要谁修密码就去找谁就行。这个大副也是一个上挂飞了，可以先去处理一下大副。大副挂飞，但这边密码机少，想过来先把这个交了自愈的教授击倒，但承载这边鳞片又一次挡到了刀。这把承载的鳞片其实已经是立了大功了。这样的话又把承载击倒到了这边，其实还不如倒在刚才那个地方呢。对，而且南的话其实也跑不掉，相当于你是带到了一个上挂飞的附近。对，但密码机也不够，魔术硬修也修不完。现在就是南最好别被发现，但是已经在脸上了呀。对，一个远距离龙直接是击倒了南，那边密码机才87，远远不够，再回来，跟钻过来魔术棒这边交了。缓解了一波啊。对，但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因为教授那边是没有绝处逢生的。对，而且现在魔术师就在脸上，看能不能把这个教授给摸起来。大副已经是一个挂飞了，那这台机是修不开的呀。摸起来了，2个人想抢吗？没有，分开走了。往 S 版那边也给点压力。那首先你的魔术师要活到承载能够到 S 版。
陈某人这个小短板博弈已经是非常尽力了。这波捏捏选择交传吗？没有，慢慢往那边排。他觉得承载可能不敢第一时间去贴密码机，但魔术师手里是有自愈的。这个传送应该可能回来要管魔术师。可是他可以先去找承载嘛，因为他的一个跑点方向是明确的。对，哎，这边正好看到了想躲藏的承载，但承载这边 CD 又好了，这一次还能木压吗？木压了！哇，第4次啊，承载。这局太秀了，这个传送不交了，直接开门战准备针对承载打，而且的话他没自起，还是一个4抓局。是的，而且你现在把密码机开完之后，其实还要打一个开门战。对，承载开门战要面对一个没有绝处逢生的教授。对他尽量要把自己的鳞片 CD 拖出来，这样开门战的话，他还有可能为队友争取到一个点门的机会。再拆给到一刀，那这样密码机只能点亮了。点亮的话，33秒的鳞片 CD 啊，感觉很难。这边直接出刀，但是没有打到，钻过去，也没打到，再过来打到墙上。承载这个在笼子里的走位非常的漂亮，钻过来，但是现在其实也不用笼子就能击倒，直接击倒了没有自起的承载。但是承载现在的自愈进度，倒地淘汰进度应该是要就已经留了很多了，不住了，有点。对。因为他其实已经倒了很久了，当然队友也并不是很希望他坚持得住就是了，因为现在还有个走地窖的可能性啊。那你现在魔术师手上没有道具，飞轮也还在 CD。哎呦，来门这边了，陈如某人。果能找到的话，是比较难撑了。看到了，那这样现在离地窖又比较远，只能过来看看能不能摸一下队友，但是一个笼子把2个人隔开。那这样的话，千启教授、魔术师教授都没有自愈了。那这样捏捏第一局上半回合就完成了一个4抓。这局4抓其实整体来说，我觉得在中期小米拿砸过伤了这张地图。那这张地图的话，咱们说，开门这个点确实很多建筑有阻挡啊，但是的话呢，你像墓地那种超长窗，好像又开门又很有用，对吧？就看地形吧。对，它比较适合在一些长模型的地方。去发挥一下，但是比较是放在了墓殿外面，嗯，然后是中场的木偶师以及独栋门的魔术师。对，反正这几个人里边要选一个最好追的角色，那肯定就只能是木偶师了，因为木偶师他这个路易交的时机他自己一定要把握好。如果你被藤蔓缠住之前没有交出来，我要白给。好，进入比赛画面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被追击的人会是木偶师吗？先吸一个藤蔓出来，然后找一找中场这个人啊，木偶师已经是撤得远远的了。回忆这边的话呢，也在往墓地方向走，大家都在拉开这个身距。梦幻小迷藏一下红光，然后来墓地这个大长窗追一下其中一个化险为夷。回忆的话，这个牵制啊，确实逃脱大师的牵制确实是他的一个短板。是的，不过在墓地这一圈的话，其实没有那么好追。这边跟上了一个脚印，相当于就利用了一下进出迷烟的一个加速啊。这边想包围过来，第一刀应该是直接免疫掉，然后前面一个碎石先拿一个1/4状态，开一个门，长板变短板，前面再放一个迷烟炉，躲掉这个碎石，给到一刀。逃脱大师的话确实是纯化险为夷啊，牵制起来也是非常有难度的。到了双11这个位置很难活了，也选择交一个移形，但是这里的话翻不了啊，因为回忆他把身距往外拉的太多了，没有翻到这个移形。那这个击倒节奏还是不错的啊，因为逃脱大师，感觉是可以溜得更久一些的，但是梦幻小迷这个熟练度确实是很高。看一下逃脱术，选择直接挪到了 S 版的椅子。但这个时间加上化险为夷的时间，其实也差不多3台机。然后你第2个化险为夷刷出来之后，可以3个人去打最后一台了。对，化险为夷多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我有一个化险为夷被追了，我其他的人可以顶上，依然能保证2波救援都有化险为夷。约1秒之后看看有没有一个双倒的机会啊，应该没什么机会了。这个藤蔓能扭掉吗？哎，极限扭掉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机会能够牵制。对，因为相当于梦幻小迷他封住了板区，你不进板区，你可以不被我缠到，但是你也没点可转啊。前面看一下想干嘛？想吸一个重金之托吗？没有啊，就直接跟着回忆把它继续挂在墓地。这局密码机的进度的话还是比较可观的，因为大家的心里的目标是一致的，可能不用想太多怎么去保，只要把密码机修够，这一局就任务达成。对，那现在的话压满可以过客过来。陶大师这边直接把椅子挪到离过客更近的墓地里的位置，然后过客这一波还要不要救呢？
来是来了，但是木偶师救这个杂物伤可能会很伤。不过梦幻小明好像没有注意到啊，但是他好像也在后面一直在绕路啊，找到了。直接是一个诗句顶掉下来了啊！过客这一波救人还是比较教科书式的啊，他诗句顶掉控制了。那只用了1/4的状态把陶德纳什救下来套化险为夷，对于 WBG 来讲非常赚的。而且回忆这个位置吧，还能倒得更远。就6，虽然说没6太动，但是每一波挂人，这就是永眠阵的一个好处，每一波挂人都能再溜你13秒。然后再去拖一点时间，把这个密码机补够。对，其实你看现在还是3个人打半台机，可能。那现在底牌也已经好了，直接切成传送过去找一下半状态的空调。我魔术师的话，我觉得还是能稍微再牵制一下的。这边应该是要先长板变一下短板。魔术棒这边想卡住位置，卡住了。前面刚才碎石也空了，再吸一个门过来，想但是不易到了。对，骗一下空调的一个身位，空调是上当了，想回来盖板。是，但在你传送交过的情况之下，他其实已经在起修比较远端的一台密码机，脸上再去架一个陶晚安来救人就行。丧失了控场能力了，现在，就是魔术师没有回光返照这一点，可能会成为这一局是不是能多抓的因素啊。感觉没有回光返照的话，可能比较好3，但有点不太好4。杂货商现在这个装备齐全啊。是吧？能力超载了都。好，反正就是这局基本上很难4抓，但是3抓的话，就看能不能打到魔术师针对，我感觉。或者快速击倒魔术师，救一下想来这波手野，陶晚安远处蓄力躲掉一剑。不过魔术师的话也是过半了。过半不一定是坏事，反正。确实。是吧？有的时候是好事。想控，但是趁一个间隙直接扯了嘛。小明这边错判了方向，补一个避弩。前面的话还是找到空调。是的，但是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他来说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身位能够去开了。对，看一下这个飞轮跟魔术棒，断他的藤蔓，陶晚安直接一剑穿心。那如果这样的话，可以让陶晚安去点一下墓地门，然后过客去点一下独斗门。飞轮顶掉，但是他魔术棒没摁出来啊。那这样的话，魔术师是一个挂飞啊，陶晚安选择硬点门，反正两边门硬点，至少能走一个。对，我这把目标其实也就是冲着一个跑一个起。看到了陶晚安在这边甲门可是有地窖的，选择直接传送过去找一下过客，但是慢状态的木偶师。那这样的话，甚至陶晚安回头点门，还有平局的机会。还能平。藤蔓很急，再吸一个藤蔓。那你再急，其实那边门也是点过的。是。所以那边陶晚安也是能出门。给点加速，哎呀，但是这一点已经是微乎其微了。那这样的是说没有露出明显的破绽。对，但是其实牵制起来也没有那么好牵制就是了。啊，聂西那肯定是很难牵制的呀。而且月亮河的聂西是能够去吃到这个地形的优势。看一下是选在了鬼屋桥这个地方。那脸上的话，终点站的病患以及鬼屋的入殓师。这个救人又成大问题啊！聂西的远程拦人能力非常强。好，进入比赛画面。哎呀，这个时装好看啊！感觉想要去找一下桥上的逃脱大师。逃脱大师真倒霉呀，每一局都要被追。你说我们这救人位的尊严何在呀？救人位是这样的，现在这个版本就这样。好，来一个3角跳，哎，来一个3角一段跳。好，先走几步再跳。是的，而且聂西这一局他是有这个冲动的，是吧？有蓄力刀加速，对，然后加上这个掌控欲落地之后。现在聂西真的特别怕落地加速加这个蓄力刀加速，就是终极加速，超级快的一个位移。啊，这个地方这个烟放的非常的好啊，难。这里板区会比较密集。对，这个烟相当于直接把聂西的跳给废了，然后补一个真空期翻过来。哎呦，但是还好啊，这是个逃脱大师。但是这个烟的话就没来得及能进去啊，只能在里边玩一玩。落地好准啊，捏捏！哇，直接是击倒了！我的天，这是什么视野？哦，高空视野是吧？比较清楚。对，一个俯视视角。对，只要跳出这个迷雾就能看见真身啊。而且脸上的话，其实也干扰到了陈某人的破译密码机。他们这把是只带了一个化险为夷的。就在逃脱大师身上。刚才不说了吗？飞轮们其实就一个单化险为夷，独苗。那咋整啊？这一波空军远在千里之外吧？过来了，空军从千里之外遥遥赶来，从鬼屋桥的方向逐渐贴近。
但是这张椅子其实躲枪也挺有说法的。哎，是的，直接打了，管那么多。啊，这边有一个柱子啊。然后这波直接是做到了头刀师一个蓄力刀，把空军的飞轮逼出来。这个地方板区博弈，想再博弈一下空军。哇，等跳好了，跳落地给刀，哇，拿到，但是还是有这一刀抽到了。承载反应其实已经很厉害了，其实也差不多是一个化险为夷的时间，而且这一波是选择了给南来一个反生。是的，感觉这个枪啊，其实可以再压迫一下，是吧？就承载感觉刚才就感觉没有什么交枪的时机，就直接省了干脆。然后不过好在南这边的话呢，已经被反生了，但是入殓师的其中一个克星来了，我刚过来你就到了，刚出来，哎呀，那只能玩短板了。这没什么好玩的，主要是给到一刀没办法。走也走不掉。现在就看一下后面的这个节奏续的怎么样了。其实密码机的话也已经4台左右了。只能说是这波入殓师的作用还是挺大的啊，让聂西带远了其他的队友们，而且体力值的消耗也会比较多。对，省得二手节奏的话，过来一个200点的大聂西，这谁受得了啊？这个。好，那来看看啊，往起点方向走是白纸的入殓师。入殓师手里是有飞轮的，不过其实他们这个飞轮海啊，倒是已经防到了他的这个聂西的跳，是吧？还是挺有用的。来续一下二手节奏的话，然后去找一下帐篷，半状态的空军。主要这把是闪现带到底的一个带法。对，闪现带到底，它是一个纯挽留点快踩的一个天赋，然后左右两侧小天赋点的会比较多一些。再跳过来落地一个蓄力刀，哇！但是还有刀。那白纸这边直接坐车，坏了，现在有点累了，聂西啊，体力值有点跟不上了，这个车有点跟不上啊。44、45的一个体力，而且主要是有点干扰不到外面的那台。2、3落，给到一刀，哇！捏好准啊。那应该是让承载去修机了，但是承载那个密码机要被挂过去喽。是的，而且它可以直接挂到桥上的那张椅子，然后我直接去找承载。对，就算说救完人之后，你还要跑到起点才能去拉扯密码机。哦，直接放了，挂都不挂。进帐篷，放的话其实反而会拖缓求生者的一个节奏，因为如果挂的话，应该现在这个时间点已经被陈某人偷走了。他能够去刷一波入殓师的挂啊，主要还是攒一下体力，因为他体力可以当传送用啊。哇，飞轮躲开，飞轮有把枪，蓄力刀啊，这个蓄力刀加速确实是有点太高估这个蓄力刀加速了啊，没那么快。回来是逮到了，但陈某人的话，他满状态不怕。不过可以让入殓师那边往起点附近去赶，修起点那台密码机。对。这个体力确实是聂西的一个短板啊！这个开门战，嘿，没事，就当省体力了啊。好，再过来找承载。其实身位还是挺近的。对他好想把承载这把枪逼了呀！哇，承载这反应是真快呀！而且承载他这一局还没有自愈了，已经交过了刚才。但承载这个反应确实很快，跳。再拉回来，再落地，哎，骗到了，终于有一次。但外面起点站那台已经是修了挺多的了。对，而且开门战的话，承载还是有牵制能力的，手里有把枪。不过他没绝处逢生。对，实在不行，我可以在你起跳的时候开嘛，对吧？我可以是一个地对空。过来，陈某人已经贴到脸上了，随时准备救援，因为密码机基本上已经压好了。看一下能不能抓住这个没有绝处逢生的机会吧，然后再去找病患。对，因为他闪现其实也还没交。对，完成一个3、4的话应该是没机会的，因为那边起点门太近了。当然这一局求生者也有平的面，只要空军把枪开出来，把帐篷一进，直接平局了这把。哎，为什么求生者不着急啊？一会儿体力到200点了，咱就说他想等空军过半，然后又有一个地窖的说法。那我空军没有绝处逢生，我可以不挂呀。对呀，我可以躺着呀，让他。对呀，现在就是准备迎接一个200点的聂西，这不是更痛苦吗？啊，密码机点亮，哎，但是现在好像只能被迫去追病患了吧？
病患要去点终点门，我觉得捏捏要不要去管一下呢？那这样我感觉要平了，因为你现在就算击倒陈某人起点的话，空军已经走了很久了。对，而且这波的话，其实陈某人也还有钩爪能够去跟你玩一下站台。钩爪很有用，连闪现的距离都没有。也闪现过来，体力值90多，肯定是拦不住了。对，而且承载那边其实也还有一把枪。对，接着聂西想拦住人的话，可能还是需要一波这个超进化，进化成速散之魂。好，那这样的话应该是你看也没有什么机会啊。即使说，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啊，如果是200点的话，能从起点直接跳到终点吗？我也可以试一下啊。因为有佣兵的存在，而且佣兵看一会儿选点，万一还站个站台，再去点个站台，有他忙活的，这密码机还真不一定能够。其实我感觉现在点站台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对，因为你如果说要点站台，其实救人位那台机相当于是没有的。对，你首先你要开局先跑图，跑完图你回去好不容易修个20的密码机，对，那边坐车就路过你了。然后是确实起点的园丁呢压力会比较大一些。这个选点比较常规啊。园丁还是可以利用一下车的，而且他的盾破了之后，利用车也许能够在第一波牵制的过程中续出第2个盾。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往起点方向走去，单挑空调的园丁，园丁还是个纯化线位移啊，真的得用一下车啊这一局。那他用车的话，佣兵还帮吗？佣兵不帮，直接修了。对，我觉得还是先不帮，以优先破译为主吧。对，就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啊，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帮。前期的这个地方，你掉了盾再选择坐车呗。因为要把残影给耗光嘛，就省得我一个回速到2站一个震慑，很吓人。不过这把其实对于空调来说，一个纯博的园丁，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压力的。哎，梦幻小迷赶路失误了，不过园丁在车上等他。梦幻小迷觉得园丁已经走了吗？没有，还在车上呢。还是会去看一眼。对。哎呦，续上盾了还，又拖个3秒钟在车上翻，哇，这个盾在车上博弈啊！还是挺精彩的。往前的话，其实感觉这个地方就要先吃一刀了。给到一刀，不过刚才拖了时间，这个车33秒的 CD 应该是来不及啊，选择直接往咱们的新板区去转了。一板一窗的位置直接过来，板子破掉，手里是吃长，所以这个击倒的话还是得跟空调玩一下这个窗户。是的，加上刚刚那个点没有选择去闪的话，我觉得他们也是知道不是闪现了。但是刚才空调他在原地等了一下啊，然后导致这波身距不够了，被隔双刀想过去踹一下回忆的密码机，回忆辛辛苦苦修的76，哎呀，变成16了。回忆想了想，还不如点站台呢，反正都差不多是吧？回忆想了想啊，这个，但是你点站台可能会踹到终点的那台，留个连击出来，更难受了。也是，但点站台可能他能多溜一会儿。也不好说，反正就是当你遇到一个角色失利的时候，就会后悔想重走一遍，然后发现另一个其实可能也挺难受的，可能也够呛啊。但是没事，回忆的话，他可以用一波非常精彩漂亮的救人来弥补密码机被踹了60的这个遗憾啊。回忆已经开始行动了，从2站风尘仆仆的赶过来。建筑物一个护腕过来，给到一刀，正常把人救下来啊！好，非常常规的一个救援啊。陶安这边也是终于摸到了娃娃，他的第2个，他那个应该是许愿的枪，然后摸到了香水啊，应该是摸错了，然后最后又摸到了娃娃。那这个娃娃来的有点迟啊，感觉。但是影响也不是很大，因为你其实回头一看，密码机只有2台半。反正娃娃永远就是那半台嘛。对，永远那半台。再救下来。然后佣兵这一波状态还要不要调？因为，这波陶安直接自己过来了，手里有枪有香水，可能能自己一个无伤就加交枪。然后呢，车还在2站，对，保一下园丁上车。对。提前被发现了。这里发现的有点早。放香水，那你不打我，我也不着急过去，反正手里有枪。飞轮。哇，这里的话还能再拖一下，给到一刀，然后手里有枪，选择直接交枪，非常极限的一个交枪的时间。然后空调这边直接是坐车走了，选择一手移形，诶，没钻过去这个门，他拖了一点点时间。到了3站，这个灯没有人管。但是空调下来的话有个盾，对，刚才化险为夷时间自己续了一个秒盾。
不过也是在自己第2次下来的时候，把这个技能顺利的吃出来了。是的。其实这样后面续节奏没那么好续。哦呦，这个还博弈的砸头。到了，但是密码加上一整台啊，外面状态还是需要调的，所以没有人来帮他，空调只能自力更生。翻过去，翻回来。哦，这边的话以为梦幻小蜜要骗他，但梦幻小蜜直接是打了个直球啊，过来了。这边佣兵状态是调起来，佣兵应该是找陶婉安去调的状态吧？他是在桥上刚刚调的，因为陶婉安是在桥上，在那个起点。对，那看一下下一波节奏拿谁续啊？这一局梦幻小迷的目标还是要争多的啊，最好是争4。看一下回忆的话，想要在这个地方先翻一下箱子。回忆这边获得了护腕。嘿，娃娃得娃娃还修不到半台，你说？那陶安那边爆点，选择过去追，但这边赶路又出现失误了。趁此机会观察一下密码机，但是手里的底牌是已经切成了移形，开门战能力会有一点下降。找啊，看看2战有没有人偷，没有人的话再专心过来追一下陶婉安的幸运儿。半状态啊，这个点要考验板区博弈了。哇，又砸了一个头，砸了个头，走的还是很快的幸运儿。好像2战那台没有要了是吧？要的他们在外面终点站附近有一台。对，终点站附近好啊，因为它能点终点啊。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带移形的了，已经是。是这局的话带移形，他要是说陶安下来之后往起点那边溜移形，可来不及去管终点门啊。不过整体的局势还是比较偏平局。对，就是平局。像因为陶婉那边已经是没有什么道具能够走了。对，陶安就下来之后往起点疯狂冲，这局应该就保平了，没有什么犹豫，是吧？反正手里是移形，大家已经知道的。再给佣兵的要暂时不敢开啊。那追佣兵算了，这样的话移形能管起点门啊。直接选择亮，对，然后让回忆那边去拿着护腕在鬼屋牵制。这波回忆手里还有一个护腕，过来接一下回忆击倒。那这样的话，陶婉安在点起点门，选择先挂啊。梦小迷这边判断陶婉安点门的进度应该不多，不会太多。对，但是在鬼板过去了。哎，终点的话放弃不点了。飞行家也要过来，过来了，然后是直接移形到陶婉的脸上。他们还是想保着这个平局的机会。这个护腕是佣兵摸出来的，那还有一个飞轮在手。是的，飞轮顶掉一刀，而且这边影月是断了，再给到击倒陶婉安，然后那边飞行家的话是完全足够时间把佣兵卡曼救下来的。在这样的话可能还是一个3，但是4应该是4不了。两边走，这边起点门已经是管不到了。但是过客那边是选择了绕桥过来，看到过客的位置了，看到了。但是想过来管一下佣兵吗？哦，往起点方向走，那这样过客要不要考虑能不能救到陶婉？手里还有一个大喷。我起点的话，佣兵也撒手了。能不能给一个陶婉和过客的镜头？佣兵我们知道在哪里。还在给好，陶回忆博板。好，不用救不了镜头了，好，不用，没有。现在已经来不及了。OK， 那这样的话是完成了一个多抓，因为刚才过客他已经是把门的进度是补足了啊。其实咱们想想，他20秒的时间差不多对吧？刚才血线，一个大喷好像能救到陶婉，对吧？而且当时回溯的影子已经没了。对，而且对于喧嚣的克制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其实这几个角色都是有点克喧嚣的。如果说你要硬顶着这个阵容去拿喧嚣，我觉得可能有点。就压力会很大吧，但是不顶着的话也没别的可取方向给到了喧嚣，面对的是邮差和小说家，那要不要就直接追邮差了？邮差追了还能让大家这个就他少送几封。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那直接是奔着小说家去了啊，单挑一下难啊，好不容易玩一局就是玩一局救人位以外的角色啊，不仅要带一个化险为夷，还要被追。就像刚才这个采访说的是吧？救人位是有可能被针对啊。哎，等会儿这树叶换位失败了啊！刚才偷偷的被红糖给打断了。我也是放到2个惊吓标记啊，但没关系，往前的话还好是不扣的。嘿，远程的一个双重惊喜放的非常的精准。哎呀，那这里的话又上了2个惊吓标记，原地等待，这样前面可能要被秒啊。
白球突然走，然后一个回头想堵捏捏反应不过来，但是捏捏手速很快，坏了，坏起来了。这局就算有个机械师加邮差，我觉得整体的击倒速度也还是有点快了。对，这局就是北京 WPP 想看看保平吧，要不然就是 C 仔再 C 一次，再 C 很多次，要很 C 才行。对，主要他现在没有心理给他保驾护航，他不好 C。哦，救下来一个换位结束之后，还把红球给躲了 ，C 仔。但是还是打到了小说家。C 仔要不哇，凭借走位硬躲，想留球保队友吗？保下嘛，这个点。看一下沟通室导到哪里去吧。导到门口这个位置，插眼快签，直接签。不是这个地方，哇，直接签，而且这个地方本来也不好 OB 啊。确实本来不好撞啊，这个事儿。我觉得有没有可能你导的别的地方会好一点呢？对，主要这个地方它哪儿也不挨着哪儿啊，这个角度。对，远程直接还击倒了。啊，那承载这一波的话有点难受了啊，这波狗直接咬到，但是好像看一下这个飞轮。没有摁飞轮。那会不会打一个双倒呢？飞轮要双倒，哎呦，来不及摁，飞轮它还没有解封啊。那再过来找一下南这边，娃娃在摸过来，一个蓄力刀，然后小说家的技能又一次被给打断了红球，合着这个技能还没交出来，哇！然后这边再把娃娃给处理，天哪！兵败如山倒啊，这个事儿。而且全部人集中在教堂的中间，好像也啥事儿没干。对呀。主要是捏捏也来了呀，捏捏要不来的话，其实能做很多事情，但捏捏一来了，就把大家的计划打乱了。然后你小说家也是一个挂飞，你现在挂飞完之后，其实前锋那边也还在附近。确实。我刚刚救完人。这个局面有点摧枯拉朽了，捏捏这个喧嚣，没有必要藏到第3局，感觉，是吧？感觉在第2局可以考虑一下，因为第2局用在核地图其实更合适啊。但是拿到第3局的话，你别说效果好像还更厉害，还不错，是吧？而且这个阵容其实喧嚣它不好打。对。想放一个分尸双重惊喜，但是你看这边左吃一球，右吃一球，直接是带走了承载。现在这个局面，密码机肯定也是补不够了，然后人肯定也是很难救了，应该是奔向一个4抓走了啊。看看能不能走一个吧，走一个的话给队友留点希望。要是说走一个的话，这个密码机有点难走一个。先修出地窖，对吧？对，然后所以他选择了放一个机械玩偶先在中场，然后那边2个人去配合救人。玩偶就剩一点点了，直接扯狗回来没有咬到，飞轮，哎呀南瓜，哎。上上谢幕啊！这边陈某人的话拖了有点时间，但没地窖怎么走一个呢？对啊，这不是机械师正努力着呢吗？别催了，2个人受伤，这事儿。啊，再帮你了。对啊，机械师你看修的，是吧？基本上已经不修了。然后去摸邮差了，因为邮差没自愈，邮差没有自愈，机械师只能去摸他了。看一下承载这边还能不能活一下，顶掉一波球，再拉球走。进入到前面的板区，是的，起码是缓过了这一波的压力。好难啊，承载，好难。过来翻过去，还在秀。哎呀，没办法了，远程直接被击倒。这个感觉照他这个牵制速度，就牵制来讲的话，在外面这2个人的破译速度结合起来，差不多在6个190秒左右，应该就有机会了。对，但是承载的话已经先是走了。那陈某人这边他没有自愈呀，哎，不过有这个非礼周目了，是吧？能涨个25的进度，然后这个没有地窖，没有地窖啊，但是没有地窖怎么办？因为刚刚他们在唯一可以去修机的时候，修人才少的，所以没有补上那个进度。不然如果把刚刚的进度补到92的这台，是有这个地窖的。对，现在就只需要白纸在一边牵制的过程当中，一边把中场的8%密码机修亮，然后再等待队友，或者你可以顺路淘汰。好像顺路摸一下也不行了。顺路吗？不是很顺啊。很顺。而且，哦呦，白纸这边上到2颗球了已经。陈某人自愈好的还是要汇合一下，爬一下啊，感觉。
哎呀，没办法，这两个人应该是被彻底隔开了，还差一颗白球，白球直接远程击倒，哇，一个回头，非常帅的一个谢幕动作啊！那这样的话，完成一波4抓 ，WBG 已经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是我们上场空间，哎呀，使徒安打红教堂难啊！想起了以前那一局的朱雀打狼队的时候，使徒安在红教堂被折磨的场面。找到了机械师，哇，梦幻小迷的这个选点啊，非常的梦幻。这个开局，这个选点，我说实话，他一公布的时候很难忍住不笑，是吧？其他3个人都不是很好追，而且他的是想追机械师，一曲可能觉得。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放了一只猫往墓地方向赶路。陶安的话，原地选择了苟起来，再捕捉，哎，没狗了，没有狗了，直接开始跑。看一下位置，但是脚印已经漏了。陶安想是往小门方向去溜达，然后娃娃还没有放。但这里的话，猫已经上身了。咬住，然后稍微原地不动，蹭一下骗一下红光，然后跟过来，2个猫能连环踩到吗？哎呀，差一点点距离，2个猫之间。这样的话就能进到前一个100一双，然后再拍板了。是的。看一下这一波，再放猫，但这个猫略歪不歪，非常的正。如果你踩完板之后还是能有刀的机会。对，给到一刀，娃娃没有扛到，卖成功。哎呀，娃娃很可怜啊，扛了一个无效的刀。那前面的话还有一个窗弹射，交到101窗，再往小门方向走。反正这局就主打一个不干扰队友，我就在我这一溜玩，在小门的附近。前面的话也还有移形的机会。对，移形过去，交了飞轮进板，哎，放娃娃卡住了位置，陶晚安这个板子没踩到，没来得及踩到，这个猫晕。给到一刀，这个娃娃是非常有效的，感觉一个娃娃做了2个娃娃的事情了啊！而且他虽然说是拿儿子去扛刀，但其实整体看下来已经差不多3台密码机了。是的，是的。看一下这波，这个猫应该是要倒了吧？这里一个大小猫圈组合技，那没板的话还是会倒。不要了。这个牵制的话，其实他们已经是都接上了下一台密码机了。是的。这边古董商过来帮忙，过客。哎呀，梦幻小迷这边想是先沉默，但是过客肯定是在这个，哎，想逼飞轮，好，飞轮逼出来，只要猫咬到，还是回去挂了，直接回去挂了啊。那等猫变大，然后拉回来，形成一个范围，这样过客就没有办法近身了。那这把本身过客也是带雷手化险为的，可以不去换位，然后让过客先来救一波。是的。直接云门过来了。哇！那你下来之后其实也是比较难去牵制了，只不过是看一下你要不要去选择保，因为你可以倒到双板里面，然后再去保。对，当然这一局的目标就是走一个就可以嘛，然后就看，当然这个节奏还是非常好的。倒到角落的话，过客的操作空间是非常大的。这边猫应该是探到了位置，拉回来，然后硬牵。主要这个地方没有刷椅子。哇，这边别帮了。战猫再帮忙打一棍，3棍非常有效，帮忙卡一下这个位置。这个打到了机械师。梦幻小迷一个隔人刀啊，非常的漂亮，而且现在3棍都在冷却当中，不用太担心过客的 OB。我本身其实这几波 OB 下来已经是没有机关消了。那现在其实就差最后的半台在墓地。是的。好了，空调也过来了。我位置上面是被架的比较远了一点。蓝猫手里的话一段猫跳，哇，这刀没有拿到。飞轮再进椅子，这边还有人一直在扯血线。过客这边跟空调进行一个换位，然后过客直接走了。手里也没有道具了。而且那台98的密码机是要哇，飞轮对冲啊，多活了一小会儿，要回去修的。对，反正密码机亮了，但是陶完他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啊，所以找一个角落倒。现在手里的话呢是有底牌在手的，大门已经在点了，这个地方离椅子又有点远。
感觉门好像还是开不了啊。挂上之后，如果直接切传送过去的话，99开了门，开是开了，但怎么能走出去吗呢？定住，但这个是大副不能打，要去找一个想别的目又是标。哎呦，打到了大副，扛到了，但气象学家直接一个腾云，往前进后退一下，空调应该是够呛了啊，空调很难走。定住，给到一刀啊，空调没办法，他还是能把，不够高啊，对不对？有点。啊。不过也还行吧，因为刚刚其实本来就是大副先帮古董商扛了一下。对。哦，大副其实已经燃尽了这一局。这大副真的燃尽了，直接两的猫都踩到他身上了。这个阵容倒也是可以去应对波角羊，对，机械师只要把自己的这些傀儡保住，那就会有下限嘛。是的，不过的话，我觉得羊他是比较好去处理这个大房2楼的，毕竟他被追了。是的，如果你把娃娃放了的话，监管者一个牢笼抬到脸上，可能就没有任何自保手段了呀。对，而且你看一下。小迪是直接选择把娃放出来，然后往大方面拉，但是感觉监管者是直接能意识到啊。是前期就公式化转点，先把娃娃放出来保住，直接一个围龙。喂，这个笼子是一个黑龙，但是机械师通过下本位移反而是拆掉了。是的，少了一些的距离，没有钻到笼子的后面去。这样的话，机械师直接当面修机了，等一个围龙去拿到一刀。可以转进大房，利用地形再次牵制一下。下一个围龙可能阶师就牵制不了了，因为他也是没有携带一个飞轮嘛。对的。双弹射的话，对于跛脚羊来讲是收益不是很高。可以看得出来，机械师是忙里偷闲啊，只要有空隙，他就会点一下自己的密码机。他其实对于这个自己的牵制时间，他也是知道笼子好了我就溜不了了，所以说赶紧去吊娃娃修机。再骗飞轮，最终还是被击倒。那这个位置的话是很容易被挂回去的呀。对，而且也是携带了一手失常的，不管是挂到中场、角落，以及说是大房，都是可以踹的。是的，有收益啊。因为前期击倒节奏还是比较快，密码机是不太够的。那这样大副的一个密码机就要被踹掉了，62，刚好踹满。第二段表也没有摇到，那是尽量去卡一下他的进度。这边得赶紧过来救了。决定让机械师倒在靠近300的位置，这样子可以不影响密码机。是的。这局感觉求生者他们打法很拼啊，就是一手拿命去速修，但是监管者这手失常的话，确实也是干扰了很多的进度。对的。那这样子的话，第二波救援肯定要派花瓷的木偶师过来卡一下了。是的，是的，是的。这样的一个打法，我觉得对于求生者来说的话，你这个救人的，是绝对不能出问题，对吧？救人压力还是很大的。再排一下花瓷的卡的位置，但花瓷也是就是卡的位置很精髓啊，是在那个中场靠近板区多的位置。对，在一个树后，这样他第一时间看不到。哎，花瓷往脸上来，然后放围龙去隔断他这一波的救人。对，这样子极限就会很极限，还不停的卡位，再用一个围龙继续卡住。能救吗？能救到吗？哇，震慑还是救下来了，那很赚啊。是的。还好说是木偶是有一个外在特质的原因。对，路易形态吃的一个震慑，而且跛脚羊的话，他当时是没有笼子，所以这样的话，求生者也是多拖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这边还想扛刀再掩护一下机械师的牵制，因为密码机他们这样修也是修的很多了。现在手上只有一个笼子的愿力，也是不想直接给。对，最后2台密码机都在修了，就看这波扛刀能否扛到。是的，机械师弹射过来，那个木偶师在后面挡。要不把这个笼子给拆掉呢？这刀还是打中了机械师，但是好像想要打一个强摸，密码机只剩最后10%，差上一点，看一下能不能牵对吧？两个人会一直转，能牵到吗？牵错了，糟糕，放下来的时候要亮了，哎呀，就差一点儿。对，很极限的一个密码机进度，而这个围龙没有堵住机械师，是的，骗了一刀，小迪这边操作起来了。另外一边的门还没有点到，监管者这边是有底牌的，还有机会，但是得尽快处理掉眼前的机械师。好在那边的门是没有贴到的，所以把机械师挂飞之后，还是有一个守门的机会。而且他是有一个幽闭恐惧的嘛，所以说这一把的话还是能够保平。门已经点到了一半，
求生者这里大副有表，可能想要来波抢点，直接传到了脸上的门。那这个位置只有一个花瓷。不过地窖的话位置比较偏远。对，在挂飞阶师的地方。现在的话，再等下一个笼子去解决掉木偶师，应该保平问题不大。对，想走的话还是有点困难的。没错。路一交出来也是没有地方可以走了，想去硬搏这块板区。我一个抽刀，一在抽刀。但是要被砸了，他钻过去把这个笼子拆了。等一下，但没关系，还有愿力可以把他拦住。还好。对，有愿力把他罩住的话就问题不大了。对。哇，其实他这波还挺危险的，有点危险，因为他选择的是放了一个围笼，如果他多机会，对，选择搬了一手守墓，也是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吧。站在了集装箱，气象水压站在木屋中场的魔师以及大房的木偶师。是的，气象在木屋的还是比较难牵制的，需要他自己的一个操作去应对了。比较意外的是，他们是让开局直接往木屋方向进行一个追击，这个位置肯定是要追这个气象的。看一下气象的一个牵制思路了，他在木屋里面等一手。那你翻窗的话，也知道你没有风。这边被绕到的样子，走到脸上去没关系，交出一个风。前面要翻的话要吃回速呀，感觉还是一刀。对，因为前期被绕到了嘛，所以这个风就被迫交掉了。稍微有点亏吧，道具也消耗了，但这个刀还是没有躲掉。而且他毕竟没有一个双弹嘛，转不了点，被架在了木屋里面。下一个回速时间还有6秒，这段时间是气象的安全期，但是也很危险，把道具给逼出来。白鹿这里的话，闪现还有15秒。最后一个气象瓶的耐久只够上一个层云了，交了一波层云拉开，看能不能把这个闪现给逼出来吧。可能会有点困难，得交飞轮才能进到前面板区。飞轮吃闪还行，还可以。起码说你3波道具的话都是正常的一个使用，对的，而且把闪现给吃了，那让队友的一个压力也是减少。那这样子的话，挂在中场附近，可以先让这边的，他们是选择让木偶这边来救援，对，可能是觉得大副的一个位会比较远，对他的位置可能会很容易被逼救，所以说让木偶师来救人。卡位啊，不停的卡这个路易的时间，那还要再交一次路易，没有按出来。对。那白鹿也是比较赚的，因为木偶师打到这个状态之后呢，第2波气象被追了嘛，他回不了状态，对，很容易被接节奏。那这样子的话，磊磊利用这个化险为夷的时间往大房密码机倒一倒。是的。感觉上来讲，这个节奏的话，对于求生者来说还是比较劣势的。因为开局拿到速度过快，并且接倒节奏是闪现刚好就倒了嘛。对。加上密码机现在等于是被压住一台。那只能先修外围的密码机，这里大副得提前摇表，交一个回速过来，救人肯定还是没问题。压到怀表也摇到，那主要是这个第2波的压力很大，而且气象的话也很难进行一个一波无伤救援，并且躲掉了这一刀。那利用这个化险为夷时间，赶紧倒离大房密码机，去倒在2板一窗，让队友去扑一下。是的，强拖一下外面3个人的20秒，拖到一个角落里。白鹿也是很细节，一直在卡位啊。气象学家挂飞，场上密码机只剩最后1台整电，不过白鹿这边的技能也是要好的。没错，现在的话，这个木偶师肯定得躲起来，让魔术师跟大副来顶这个压力，直接交传送。预判你这边木偶师在脸上。是的，木偶师的话也是直接蹲下脚印，看能不能找到吧。2个人其实就在近在咫尺，对，1墙之隔。没错。直接看了一眼，有红点儿。等一下，直接哇，这就是白鹿这名选手的灵性呀！直接大胆预判你这边木偶师就是在3板位置处躲避的。他的找人能力真的是有点夸张了，太强了。对的。这样无缝衔接的第2手节奏给到求生者很大的压力啊，他们就没有时间去拉扯运营了，必须得赶过来救人。
过你这边传送交了最后一台密码机是他们选择起2满1窗的，所以说也不会被影响，就看这波救援会不会被拦截。这边也没有第一时间拦到大副的方向，那狮子这个人应该也是能救下来，只是说可能要压满救了。对，而且可能会被拦截，就看这波怀表怎么博弈。这个人应该是要过半，那狮子的一个怀表时间也要到了。密码机是可以压好的，最后稳稳救一波人。不过他压的密码机离门很远啊，开门战要贴门的一个时间成本也是比较久，而且2个人离这边的小门也很近，也是可以压到小门的。那这样救下来木偶师的话，看能不能尽量保一个满状态吧。击倒大副，是的，还想再追这个没有道具的大副，这样能够去拖出自己的一手传送。前面的板区可能不太能进了。应该是要倒在这棵树下了。现在的一个问题就在于白鹿怎么样去排中间。他好像是看到了那边木偶师是在小门方向露了个脸的。这能看到吗？好像可以。那这真的有点吓人了。如果说他知道现在边上有一个木偶师的话，他这一局，对，你看他看到了。哇，应该是直接找木偶师。他能确定木偶师就在这个方向。是的，是的，是的。往这边走，耳鸣没了，再交一个回缩，把你的耳鸣给锁定在里面。那应该是3抓稳了。哎，看到脚印了。那木偶师的话，只能看能不能再救一波大副。只能带着这样的一个路易去抢救人了，不然的话要白白的倒在小门的。那可以选择打大副的一个针对啊，打到针对，然后木偶师跑不掉，对，可以直接追他。现在的话有最后一波路易挡刀的一个说法。哎呦，直接被抽刀了。那这样子的话，应该就是完成一个3抓了。对的，我觉得魔术师也不要再想着过来了，赶紧保走一个吧。因为如果说他选择来进行一个救援呢，那木偶师是一个挂飞，等他走过来的话，完全有时间去处理掉这个魔术师。所以说第一局的话也是由白鹿拿到一个3抓哦 ，MRC 拿到优势。对，率先拿到。象学家以及桃花大师和幸运儿，如果许愿出一颗球的话，都是可以牵制你的聂西的。是的，是的，是的。聂西这个角色为什么在比赛场上比较少见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偏追击手椅型，而且还是要吃他自己的。那开局的话，可能就是对开局直奔这边的桃花大师去吗？还是先去中场干扰一下小黎的破译？感觉上来讲的话，还是得把中场的人给赶一赶。这样的话也可以先攒一些体力值嘛。那这样子的话，目标可能要锁定到墓地的幸运儿了。直接选择2段跳。但是第一时间的话，不选择深入墓地，而是往大门的方向进行一个追击。追击飞行家，他难道是考虑到飞行家会携带一手化险为夷吗？有可能。觉得你这个飞行家的位置也比较差嘛，2段跳的话也是能逼出道具的。你飞行家去牵制聂西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舒服的，因为你交一段跳，我可以交我的空气背包。是的，不过跳的一个冷却还是更快一点，所以说这边是有刀的机会。那吃一刀的话，尽量说是往3连2号机那边去转，再利用悬停衔接一下中场的板区吧。没错，感觉下一波的话要去防范一个闪现的身具了。这叫悬停往反方向喷，这样的话还能继续拉开身位。那下一个跳的话，可能你的空气背包续不好，得看这个飞轮的博弈了。飞轮的操作能不能去躲一下刀？天骄飞轮想防这个闪，但是聂西完全没有出的一个意图啊。那省了这个闪现的话，对于姜文来讲也可以接受。而且可以看到桃花大师位置比较远的，不过好在自己是可以换椅子的嘛。但他还吃了个通缉。这样的话，两边是一个明牌的位置。不过求生者这里的话，幸运儿好像是没有选择摸一个娃娃，他是直接掏了一把枪。娃娃在手上。他是对，既摸了一把枪，又有傀儡。刚摸到的。这边桃花大师是有飞轮的，他可以先用飞轮规避一下那个跳。对，大概率是可以无伤救的，毕竟有这个被动在嘛。飞轮挡刀再救。这刀跳也没有吃到，还把被动给保存下来了。哎呦，那这波救人非常赚啊！还给了飞行家一个26，帮忙藏一下脚印。
迷烟炉真的是有点影响视野。对，看不到飞行家的具体位置在哪里。而且聂西他是一个比较高的监管者，所以说更容易被影响到。要跳，我叫空气背包。再喷到板区，不过前面这个身位不太够进板，倒了。保了外面一个无伤救人啊，还能够进行第二波救援，而且密码机修的会快一点。幸运儿这边是有飞轮的嘛，并且他还是有一瓶香水的，所以他可以带着香水，然后利用飞轮来救人。是的，有枪的话，这个飞行家甚至能够有一个36的空间。密码机差的也不是很多了。哎，但是他们没有打算让哦，是幸运儿已经偷偷摸过来了，好像。阿乐这边其实有点急啊，他想找一下幸运儿的位置，但是不知道幸运儿已经偷偷摸到脸上了。香水直接开枪，打断的跳一瞬间直接开枪，再保无伤，然后再让飞行家自己溜。那这样的下限就很高了，2波无伤救援，而且他还把香水留住了，他第2波的话也不怕被你接节奏，因为他是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的嘛，就有更好的自保手段。对的，那这样的话是能够先减员飞行家。但外面这几个人的话，道具都是比较充足的。陶大师还有被动，然后幸运儿还有一个香水，2个香水，直接转职了一个调香师。锁定到了这边红毯的幸运儿，这边是一台1产，所以得先拉走。红教堂的这张地图的箱子资源太丰富了，而且都离得很近，对，玩得很舒服。哎，放香水，哎，第2瓶没有按出来。其实我觉得他直接交飞轮就行了，他不需要交香水的。对，先交飞轮躲掉那个砸，对，然后再交香水去扛他的平 A。其实他如果飞轮直接躲砸的话，利用那个僵直应该是打不到的。哇，这边直接交了很多段跳，把体力打满了，过来找一下陶大师。这边还有被动的存在，可以无伤进板，把被动打出来。手还有飞轮，直接交闪现去打残他。他非常想在开门之前赶紧再起一个上挂节奏。是的，那边幸运儿直接摸出一个球。飞轮要交吗？飞轮的交了，暴露自己的天赋。对，那这样就知道你没有携带回光返照了。是的。其实他前面那一波救人也用了，但是他这里的话会再加深这个聂西的记忆点。这样的话，看能不能先打一波手椅吧。哦，一个隔窗刀直接击倒。应该是派气象过来引救一波，然后幸运儿那边压击。直接开了，因为你是刚才交过技能嘛。是，也可以。但这样的话，这个2个人救人的压力还是要分担一下的，得相互拉扯了。对，选择直接守大门，但这里是一个满道具的气象。对，并且你的体力有点跟不上。对。这边不急，可以等你跳了之后再交层云。是的，你交了技能，我再交道具，直接飞走了。这样子体力有点续不上，就有点难受。他主要是他也不往远处转点，他就跟你玩这个板窗，然后你又没有封窗，手上还有飞轮。哎呦，但是被博弈到了抽刀，稍微有点摊板。聂西他这个落地的后摇以及他出刀的前摇都是很快的。对，很多时候你觉得打不到的刀，他都可以打到。不过的话，因为你的技能还没有好，那边小门已经开完了，所以勇者可以保下一个平局的。另外一端的门开，然后聂西这边赶不过去。这边手上的传送刚好，直接叫传送，但陶大师已经极限的走到了门里，最后还是保到了一个平局啊！那 MRC 顶住了这波压力啊！哎，这就回到刚才，在强也是比较强的，他毕竟还是很吃阵容地图和熟练度，他熟练度高的话就特别的厉害。他喧嚣击倒求生者就是分分钟的球嘛，一个上梯形的悬点，熟练度的话会影响他非常高的一个上下限。这样子的话，追击目标可能还是小门的幸运儿，就前期先赶一下你中场密码机的破译。来看一下白鹿的一个追击选择，他是直接往小门的方向去走的。对，他的核心追击思想还是去限制你的幸运儿嘛。对，这样的话墓地的位置暂时是第一时间找不到人，但第2时间的话，这个马尾他是没有选择拉点。不过再往前走的话，也是能锁定到你的卡点位置的。对。而且还直接下板了，第1段没上到，摸了一个怀表，可能是许愿失败了。如果因为幸运儿去牵制生肖的时候，怀表可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不过也行吧，能用。
看看能不能说利用这个怀表拖一些时间，然后把自己的一个飞轮跟弹射给拖好。还有双重惊喜第二段，这边幸运儿可能得躲一下。也是废掉了2个双惊喜，这边接下来是交移形去补上一刀，一出骗飞轮。了个飞轮。哦，很细节啊！怀表的话也是成功摇出来。是的。这边的话，幸运儿也是利用2段的一个怀表拖了很长的时间。那这样子移形就废掉了，并且怀表也可以让他安全转到目的的板区。没错。那前面这个位置能躲刀吗？终于是拿到第1刀。密码机的话已经修了快3台，感觉这把求生者节奏非常不错啊。哎，上一颗土球，对喧嚣的一个牵制还是很有经验的。然后利用你下半僵直，看能不能再打一下。第2个球有了，还上一个焰火。对，第3个加标记，转一下给刀。那这样击倒的话，你看密码机已经来到了一个3台多一点了。而且倒地的位置第4台跟第5台都在修了，没有先知道第2台破译的。这把求生者是有机会4人开幕战的。火灾的一个救援，感觉杂技的一个救援很难被拦住啊。他可以通过自己的扣球，然后贴近身位。是的，哎，这边打断了一下，这样开出2阶的话，得用飞轮去博弈了。有机会弹一个双倒，哎，杂技好像救不了了，飞轮规避了，那还行。但这边应该是换人来救，看一下佣兵这个位置，人已经过半了，感觉这个来的不是很及时啊。主要情况发生的比较突然。是的，杂技的话，刚才没有选择提前跳球是比较失误了。佣兵这边给到一个双倒，而且幸运儿也是一个上挂飞。那现在局势本来从一个优势局突然变成一个劣势局了。没错，电击密码机是肯定不够的，并且你得赶紧倒走，避免被2序节奏。不过马尾的操作还是很秀的，一直在骗刀。但是毕竟是一个喧嚣啊，他也是转不了点。对，也是在化险为夷时间之内击倒了。求生者这把的话，其实还有保平的一个机会。但是如果白鹿现在直接交出移形锁定佣兵呢？真的吗？他确实是这样想的。哇，这个方向找的确实也比较准，但是还差一点。不过没有排到佣兵的第一时间倒地的位置。其实2个人都在小门啊，这边密码机也亮了，白鹿可能觉得佣兵不会倒在密码机，找不到。那这一局的话，我觉得平面还是有的。对的，因为现在节奏它属于一个断层的切断嘛。但是杂技是一个半状态，它其实很危险啊。手上还能有一个白球。是的，在远程被上了一颗球。这样的话，第2段双惊喜又把他打上2个标记。这个板区的话有点短，一个空中飞人过来攻击倒，但吃了一个白球，裁判也比较慢。那现在的话，可能需要火灾再来救下一波的人了。对，比较不太好，对于求生者来说不太乐观的就是你的杂技员是没有携带红光返照的，并且好像有一个挂地下室的机会。哇，这边强挂地下室吗？就趁你这个密码机第一时间没压好，能地下室打一波手椅。不过这样的话，密码机是能够的，就不用担心他守密码机了。对。他可能也是猜到你杂技演员赶第1波救援，那你肯定携带化险为夷了，并且你在当着我的面交过飞轮了，所以我这波挂地下室可以打一个白鹿这边看到修机的人是佣兵，也没有选择去追，而是让他去压这台密码机，可能是觉得你的杂技应该是没有光反照，对，直接被他预判出来了。打一刀火灾。这边直接再把火灾给打倒，再把杂技给打倒，火灾出不来，我天哪，这什么熟练度啊！太夸张了，白鹿，真是鹿神啊！这一波手椅太强了，好像还把自己的位给卡住了，直接2个人在角落里面，手上还捏有飞轮。是的，这就是一手站着不动，原地等死啊！鹿神。真神了，真神了！这波手椅决策加手椅，他2波，他其实前期追击是劣势，马尾这把牵制的很好的，结果他就2波手椅把这个节奏打得越打越好。第1波打出赢面，第2波直接打赢。对，喧嚣这名监控者他确实容易抓到求生者的失误点。那可以让我们恭喜啊，MRC 啊，是通过一个2比0干脆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2把都。